新北市林口区位于新北市最西端的边陲地带，边临桃园。民国90年代起，台北与新北等都会精华地区的房价水涨船高，使得林口重划区吸引大量人口涌入。根据新北市民政局资料统计，林口2020年人口较2019年增加了5610人，为新北行政区之冠。但因为对外只有一条中山高从旁边经过，使得林口人来往双北各区极其不便。林口人不是在塞车，就是在塞车的路上。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今天哈哈台街访就带你一起来看看上班时间的林口区闲人。首先是在林口市场卖鸡蛋的大哥，对于林口人优良消费习惯，俄勒盖大记。我们是流动的啊，其实我都负责板桥板桥中永和那个地方就只有礼拜五在林口而已。在板桥跟中永和那边跟林口这里市场里面的客人有差吗？你问到这个关键，我觉得还是有差。我觉得这里的客人比较阿萨利，阿萨利好多。这边的老人大概都70、80岁，就算是80、90了，看起来也跟70、80差不多。所以我就把它定义成年轻人，因为毕竟这边的老人比较有钱吧，就是买东西他不会啰里吧嗦就直接买。这时来了一组客人。好贵哦，300哎！不会买这个，这个是比较好的蛋。反正我要说你要拿几颗我都没意见，好不好？没意见啊！说好的阿萨利。我们在福伦公园遇到刚从美国返台的女子，她提到中文退步的困扰。就比如说我等一下要去哪里我就会说我要去Outlet3点，或者是我常常找不到单字，我就跟我妈就是描述了半天，然后我就说就是那个长长弯弯的，然后水会出来的那个东西，水龙头。吓我一跳！我先生不会讲中文。你先生是哪里人？他是韩裔美国人。你是本来就住在林口吗？对，我林口人。那你最喜欢林口的什么？就是公园吧，因为我有养狗。因为我们以前在 LA 的时候，那个公园就是不是流浪汉，都是帮派。因为我以前住 K 场韩国城，然后我们每天遛狗的公园，那个墙壁上面都是那个墨西哥的帮派叫 MS-13，因为他们会 tag 嘛，就说这个是我们的地盘这样子。旁边就会有那种 tent， 就是那种帐篷啊，然后你就看得出来那些帐篷就是在卖。外面会有人在排队或者是就在里面打，就是打，不是，大家都在路上打来打去，很危险。晚上是不太可能出来走路，所以他就觉得台湾就是，哇，这个公园是真的给人用的。林口公园，台湾之光。同样是公园，林口社区公园中有一位年轻妈妈。林口算是一个比较新开发的地方吧。如果可以选的话，你还会选择住林口？我会你会选住林口？你说跟哪里比吗？跟妹妹把衣服拉起来了。生活机能我觉得很不错，就人不多。交通方便吗？你的上班地点不是在台北市，然后必须早9晚5这样的话，可以错开那个尖峰时间，我就觉得是可以考虑的。那如果没办法呢？那就还是回台北市吧。你要去哪里找那个错过尖峰时间的工作？可以创造啊。她接着分享产后的生活。当妈妈之后，跟姐妹聚会都会变成聊妈妈经历，不一定什么都可以聊。我们朋友都在这，都是妈妈。那你们现在出门之后就会比较常聊小孩？小孩的比例会比较多。小孩占几成？7吧。那其实蛮多的都聊小孩跟爸爸。那姐妹聚会都是聊婚后生活，那我们也会聊一些就是地球暖化屁啦，最好是环保啊。原来是真爱地球妈妈大联盟啊！于是我们访问一旁的联盟成员。最近带小孩有什么困？不行，带小孩带了5年了小孩现在中班开始学 ㄅ 然后有一天他拿了本书跟我说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字？”旁边写着喝熬好，我就说：“哦，这好，喝熬好，喝熬好。”喝熬好，然后他就，我说那妈妈问你喝熬，他就说方，什么好什么方啊，就是喝熬好，妈妈刚刚讲了很多遍了吗？妈妈不是想要骂你，可是你刚刚吃起来我妈妈的，我怎么会这样子？妈妈跟你说喝熬好啊，讲了要10几遍，我又没有教你，算了，妈妈以后不要教你，还是这个老师教好了。是小孩的情绪比较难控制，还是你的情绪比较难控制？可能我自己啦，你也知道我3个小孩比较容易躁郁、焦躁、易怒。发胖，诸如此类的。而看似荒唐的失控妈，他们其实非常关心孩子的学区问题。我不住林口，但是我知道林口妈妈有一些烦恼，就是觉得就是小学、中学、高中不够多，因为这边是新兴发展起来的嘛。就是如果我不迁籍，就是要去台北念小学，可是这边
常常都超级满额，然后会挤压到你想要念的学校。像台北就是要去就去啊，那这里是因为现在人口暴增。你们要跟一些要搬来的新的爸爸妈妈们忠告吗？如果不考虑学籍的问题，这里真的很好住，欢迎来林口一起生活喽！呼吁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们加油喽！小姐，你是不是有喝酒？接下来这位是住在林口的哈哈台实习生安妮 ，A.K.A 林口美少女。你觉得林口是什么样的地方？我觉得林口很干净，有点像是日本吗？就是路很大条又很干净，不会像台北市那样子。可能中正区啊，或者什么，就可能会比较有点小乱，路边会有一些垃圾。林口没有垃圾吗？都没有垃圾，几乎没有啊，看起来是没有啊。没有啊，那边就有一块白色的。那发票啦，我掉了，我去捡。林口综艺妹，而且林口超常起雾，会起非常大的浓雾，从我家出去，然后就看不到外面。这边出去真的是，只要起大雾的时候，2公尺我已经看不清我姐的长相了。然后你走在路上就觉得说，到处都在喷水美眉啊，在保湿这样。Let's 5度。声明：哈哈台拒绝提供任何叶子给实习生。林口台地海拔约240至250米，位于台北盆地西侧，与桃园台地相邻。台地北半部属于新北市林口区，南半部则属于桃园市龟山区。由于林口长庚医院虽然名为林口，但位在桃园，导致许多外地人经常误会林口隶属于桃园。你是不是也分不清楚呢？林口是在桃园还是新北？好问题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。桃园吗？它不是就是桃园吗？我做机捷过来的嘛，所以桃园机捷，所以我猜他在桃园。对此，综艺妹安妮有话要对各位说。我今天访问到了很多外来的人，我问的第一题都是林口是在哪里，每个人都回答桃园。林口是新北市，不是桃园。那请问桃园市龟山区的人可以自称自己是林口人吗？不行啊，龟山就是龟山呐、怎么会说自己是林口呢？这个是我之前有被纠正过。以前我还住在龟山那里的时候，我朋友载我回家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，哦，我住林口而已啊。然后到了以后才超不爽跟我说，你这是桃园市，我为什么还要送你回来？你这样子你就给我搭机捷就好了。而关于桃园龟山跟新北林口的 issue， 这位小帅弟也是挺呛的。他们就桃园人，桃园人就是桃园人，没有办法。不要说自己是林口人。那如果你有长庚大学朋友说没有我在林口念书啊，你要怎么跟他说？长庚大学没有，不可就叫他闭嘴啊，叫他认清事实啊，那边就是桃园。吵不赢人家就叫人家闭嘴，坏蛋。不过接下来就读林口高中的妹妹则有不同的看法。它的县市是桃园，然后龟山，但是大家都叫它林口。真正的龟山要哪里才会到龟山？可能没有龟山吧，就是都是林口吧。一个林口各自表述。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桃园龟山的长庚大学，3位男同学要来分享他们的地区认同。长庚大学是在林口，这里地址是龟山，但是我们都说长庚在林口，所以你们对外都会说你们在林口念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龟山就没有人知道啊，感觉比较 low。而且长庚医院就写林口长庚啊，因为大家地址是在龟山，这里真的离林口真的是太边了，而且很靠近新庄，就隔一条路。常常我们的生活圈基本上都是往新庄跑。那可能比较适合叫做新庄长庚大学。而3位男大生也有在经营 podcast， 叫什么？忠孝北路。那里面都在讲些什么？就是他是台北人，然后我们是台中人，然后他就会说我们台中很乡下什么的，然后他说台北就很不友善什么的。忠孝北路是台中校台中。对对。哦，哎对，有这样的味道。有。哎，你们现在才发现？对，就跟你们一样，就在占地区的。谁跟你占地区？你这个台中人。他突然讲到当年有高中我是纠察队的，我们纠察队很帅，我们就是要在那个校门口，然后要指挥交通啊，然后会穿得很帅。那你有那时候的照片吗？有啊，很帅吧？你是背影吗？我是这个啦，来看看今年岛纠察队示范指挥交通吧。情境剧由3、2、1 action 哦，现在是绿灯，然后红灯来。你们大概是在纠察谁没有出交通事故的吧？这位是林口高中的校友，刚好也有被纠察的故事。原则上就是我们宿舍有学姐在住，看不见的学姐在住，对，因为好像就听说自己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上，所以他留在那边，然后就是阴气太重，男女就互换，所以男生宿舍的门是粉红色，女生宿舍的门是蓝色。如果你现在从后门拍的话，你会看到有一间就是用纸板隔起来。
那间现在还会住人吗？不会不会，后来学生没那么多，都住1楼了。就是学长很坏，就是会偷偷抽烟，他们就2个人约好，然后就上面抽烟，然后抽一抽的时候就觉得有头发，然后他就这样一拉，越拉越长，他们2个都平头，然后马上2个又冲下来，再也没有人上去抽烟了。学姐跨维度纠察队。就是因为你知道男生就是会去夜市玩游戏，然后会拿到那种小篮球，然后我就挂在墙上。然后那天我们那一间只有我先回去，因为要断考了，那一间只有我一个人。然后我就是在读书读一读，我就拿那个篮球，我就转过去，然后投那个篮筐，然后球就掉下来了，然后我就转回来继续读。然后读不到3秒钟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背后有气息，然后我转回去的时候，就是球刚好又滚回到我的脚边，就刚刚又有人投篮。可是不是我投，之前只有我一个人，然后我就盖起来，马上去逛家乐福。他是不是想跟你 battle？ 我觉得有可能哦。他想跟你1对1啊。学姐很无聊学姐是想玩你的球。这年头人比鬼可怕，林口老街的这位男子要和我们分享他开公车的经验。我开过925林口泸州，920林口板桥，还有264泸州跟欢仔园。那你有在车上遇过什么奇怪的乘客啊之类的？有啊，打枪啊，是末班车那一种啦，会有那种年纪很大的啦，然后声音开很大声啊。夜班的话就比较没人。那你会去制止他吗？不会，就让他一路高兴到底。一撸玩到挂。网络上有统计说，公车司机是最容易得忧郁症的职业。会，因为我本身有卡到一个案子。我那时候是开就是高速公路公车，要出站的时候行经平面道路，刚好有一台违停的，然后我是直行车，然后有一台摩托车要转，然后他插到人家的后照镜，然后就撞到我，就是这样很像乒乓球这样撞来撞去，然后他就被碾到下面，然后因为我是直行嘛，可是我是职业驾驶。职业驾驶，你前面有加个职业，你一定会被判刑啊！还是要呼吁各位注意交通安全，保护别人也是在保护自己。财政部公布最新一期综合所得总额，中位数最高的区域就在林口区。根据网络资料分析，林口属于重划区，屋龄较新，加上邻近机场、医院、科技园区，机师、医师、工程师等中高收入族群移入，使得林口整体的经济水准大幅提升。接下来给各位看看身为林口人应该要有的标准，还记得这位小枪弟吗？我住这边住6年以上。那你喜欢这里吗？还不错，除了有点冷，加上有点潮湿，可是真的很好，之后会更好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觉得这边都是一些有钱人在住的，可是我不是有钱人。我觉得为什么觉得这里都是有钱人？那边啊，不是住三井那边，我亲戚就住那边啊，可是他很有钱啊，可是我不是啊，他们那边跑车停一堆啊，我们不是啊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读那个宜兰那边也是私校，也是各县市会来的。哪一间学校？惠登。那为什么要去那里？因为高中考得烂啊，都没来读书，然后只能选私校，被偏听系人。私校学费一个学期10几万。那你就是有钱人啊！至于为何有这么多有钱人，福伦公园里打篮球的女子来帮你解答。你觉得林口有钱人多吗？最近很多。一开始有钱的就很多了。你怎么看出来他们是有钱人？因为有地啊。这里有隐藏的大地主是吗？对，蛮多的。就是原本这里都是树林，可是但其实那些地都是有人。对对对，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会发展成这样，所以他们应该是后期林口开始起来之后，才发现说就是土地蛮多的，那就开始又盖在这样。原本住在林口的人，等于是一夜致富的意思。就暴发户。那你们家是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们家是暴发户？就是爷爷有一些地，他是隐藏的财产这样。想认识以上2位弟弟妹妹的，以下开放认亲喽！在林口运动公园中，我们看到了滑轮场上急速奔驰的男子。介绍一下，你这样整套这样下来，这样多少钱？这双是3万2，轮子1颗有到800-900，有到400-500，然后通常都是一次比赛要换。那这样你等于是把3万5踩在脚底下。还有刀架跟赔令跟刀架是最贵的，刀架是赞助，所以我还不清楚它的就是价格在哪里。但是我以前那一只是7000往上。你一年花在溜冰鞋上面的价钱是多少？6到8万。果然是林口人该有的样子。后来我们发现他的来头可不小，就是我小时候到国中，其实我都没有拿到比赛成绩。然后上国中之后，第一次选拔国手我就选上。前年跟大前年我是世界亚军，然后到去年我是世界冠军。而世界冠军最近的烦恼是，要考期中考，
第一大学嘛，大一啊，我们大一新鲜人。看来世界冠军的烦恼也是挺朴实无华的。最后，我们在三井 Outlet 碰到一位刚搬来林口2年的台北女子。那你觉得林口这地方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这其实家有除湿机，其实不湿啊。但是，其实我是住 A8 站啦，林口长庚医院。你明明就是桃园人，所以你会说你自己是林口人？我会说我搬来林口。其实对台北人而言呐，林口就是林口，不管他是新北还是桃园，他就是只是个林口。我本身身份证字号是 A 开头，我不会在乎这些。天龙人，天龙人的气场就是不一样。身份证字号 A 开头的他，要和我们分享台北人才知道的暗号。你们会称自己是桃园林口？我会说是 A8 站，就跟当初其实那个搜狗复兴其实叫 BR4，你知道吗？台北人都是讲 BR4。那为什么要用这么暧昧的字眼？就习惯了，像大安森林公园，我国小是叫它7号公园。这样听起来会比较就是真的台北人。真的。所以我们不在乎什么桃园龟山啊、桃竹苗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开心就好，健康快乐。结论：我们天龙国才不在乎外面的乱斗呢。Namaste。